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鼻子在面相学中被称为财帛宫，其重要性可见一斑。有句话说，7尺之身不如1尺之面，1尺之面不如3寸之鼻，3寸之鼻不如1点之心。这句话强调了鼻子在整个面相中的关键地位。通过观察鼻梁的高低、鼻子的长短、鼻翼的肥瘦、鼻子的大小以及鼻子的色泽，可以非常精确地分析出一个人的财运。下面我们来看看常见的8种鼻相，通过它们了解鼻子的不同特征对富贵财运的影响。我们一起来看。1. 鼻准压人中。鼻准压人中这个特征在面相中又叫土服水。面相五行中，鼻子属土，口属水。这种面相虽然鼻子生得挺直丰厚，但是准头向下压人中，造成土服水的现象。有这种鼻相特征的人，是中年有艰险之相，就算富贵，没有安享财富的福分，一般都为钱财而终身争斗不休，少有舒服自在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想自己能一手把控，因此会让自己感到很吃力。2. 山根折断。山根代表我们祖上的根基，也代表着夫妻的关系，主管人的命运层次与人生理想。山根已有势力，忌讳过高与过低，横纹与遏制。山根折断的人一般欲望不高，很多时候都是甘居人后。3. 鼻孔外露。鼻孔外露的人大手大脚，能挣来钱，不会吝惜手头的余钱，也能够带来更多的钱财，容易财来财去，不易守财，为人较浪费，不畏节制。4. 鼻隆有势。鼻梁挺直，鼻隆有势的人，如果再加上2颧骨的配，做事有主见，不容易盲从，能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具有带领性，创业成功率高。如果加上五官配合得好，眼透神光，则富贵双全。5. 鼻准圆。大准头可以看出一个人对钱财的态度，鼻头大而有肉，代表会有福气、聚财，以后会有很多的钱财，常得贵人相助。如果再加上鼻翼分明，而且看不到鼻孔，鼻子又挺，则财富不缺。6. 鼻头翘。在日常中，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女孩子鼻头比较翘，这种特征我们一般称之为孩子鼻，说明其性格相对比较天真，好提问，宜配年纪大一点、成熟点的伴侣。如果男性的鼻头翘，则无能力。7. 鼻翼向上翘起。鼻翼向上翘起的人性格比较骄傲，自尊心强，一般这种鼻型多数为男性所拥有，但是在少数女性上也能看到，女性拥有这种鼻子，她们有才干、决心和气魄，缺点就是太过于心高气傲，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便会不顾一切去做，就算是错的，也得坚持到底才甘心。8. 鼻翼下偏。鼻翼下偏就相当于鼻子失去了气势，会有一种凡事不求原则、得过且过的心态，时常会被长辈或者上司教训。第2，鼻梁高说明了什么？在现代社会的审美看来，鼻子越挺的人往往越好看，因为高鼻子可以显得五官更加立体，更加好看。那么鼻梁高的人运气都很好吗？鼻梁起结的人运势又如何呢？1. 鼻梁高的男人。一个男人的鼻梁高而挺，且丰隆饱满，这鼻相的男人财运是很不错的，运势也是一样，会很不错，有很强的自尊心以及责任感，眼光也比较高，做事情都会思虑深远，无论做什么都是很认真的态度去做。他们在事业上会有所成就，在事业上能给自己带来很不错的财运。不过此面相的男人不适合做理财工作，因为他们不善于理财，但是财运很不错。2. 鼻梁高的女人。鼻梁高的女人是个典型的事业型女人，她们做事执着，有自己的一套主见，从不会被男人所左右。她们遇到事情从不会慌张，更不会懦弱，而是会冷静，然后做出决断。鼻梁高的女人除了财运很好之外，
他们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。不过唯一不足的是，此面相的女人只有对事业才会上心，对家庭的重视低于事业，就会导致家庭并没有事业顺心。3. 鼻梁起结的人。鼻梁起结的人性格比较强势，也有执行力，通常在事业上比较拼搏，有进取心。如果其他部位好，是能取得一定的成就。但这种鼻相也有缺点，在面相中，鼻子代表肝胆，而肝胆又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和脾气。鼻梁起结的人性格比较倔强冲动，脾气不佳，容易与人发生争执。在行鼻子运的时候，运势比较反复，在婚姻或是在健康方面都是如此。当然，如何你还不清楚怎么看手相，可以看看以下这几个案例。女人脸小鼻大，财运迟早会到来，注定40岁之后大富大贵。第一种，虽然戴了大眼镜，依然难掩心神不宁的神态，建议把这幅厚重的镜框换成小镜框，两边往上提，显得精神和职业一点。因为眼尾眉纹都下垂，人善人欺的类型。年轻的时候凡事多争取，不然更没有发展的机会。额头倒是高广，三庭中也最强，早运不错，聪明乖巧，学业不错，只是出校门却是另一番景象。没有从前学校的自信和活力，调整心态，定位好自己，重新面对社会的各种问题。脸虽小，相对来说鼻不弱，鼻头肉，鼻翼饱满，财运还是有，就靠自己怎么去发掘。这是贵人和姻缘就很重要。眉长腹目，眼睛圆而小，建立自信心，发掘自己的人脉圈，需要耐心经营，不会说立竿见影，根基打牢，中晚年运势不会差。第二种，纹路还是偏乱，乱纹多，人生阻碍也多，很难顺畅。好在主线比杂纹要清晰深刻，做事分主次，知道轻重缓急。脑线是被干扰最少的，即使经历千难万阻，内心依然是坚定，少波澜起伏，专注聪明，勇于面对困难和阻碍。但是除此脑线外，生命线和感情线都被杂纹干扰。感情线中期有个大大的倒纹，这个很要命，出现在婚姻阶段，对婚姻和家庭有影响，甚至有第三者插足的情况。生命线在同期也出现错开后延续，后面那条生命线变弱，说明经历过婚姻的不如意，生命力也减弱，运势也减弱，而且横纹密布，个性敏感，小指的外撇结合生命线尾端的杂乱，说明晚年容易为子女操劳。第三种，方中带圆的脸型。我们常说做人外圆内方，其实大可不必如此。本质上讲，人都是利己的，外方内圆才是本性。之所以传统文化说的外圆内方，只是愚民之术罢了。这款面相来看，腮骨凸，额头宽阔，是脸型偏方的原因。这类意志力坚定，做事有毅力和好强心，聪明又活力，但是鼻子稍短，不起事，少主见和谋略，容易跟着别人的思维走。这也是为什么常说短圆脸的人做事少耐心和主见，更别说谋略了，容易被人带节奏当韭菜。眉浓又些压眼，思维格局打不开，纠结眼前得失，难顾全大局。山根低，鼻梁不起骨，中年难起运，也容易被偏圆干扰。但是鼻头有肉，财运有，鼻养禄，才艺露，人中短而深，子女不多，但和子女缘分深厚。第四种，也是典型的木型手，木人好思考，有多思多虑的毛病，从脑线长而弯曲可以看出，而相对来说，生命线就偏短了。生命线线短不是寿命短的意思，这点不用过多担心。生命线短只是代表身体素质一般，不太爱运动，反而喜欢动脑思考，内心似乎觉得运动是笨人做的事，这是一种偏见。身体和脑力同样重要，加上金星丘平薄带青金，身体原本就偏弱，建议多运动锻炼身体。感情线的倒纹和尾端下垂，说明情路并不顺畅，加上结婚线2条，
天元多，至少有2次比较好的结婚机会，婚姻易被耽误，偏晚婚的格局。好在大拇指带凤眼，不管早晚，一旦进入婚姻，旺夫帮夫，婚后运势见长。第5种，门牙大而白，很多豪门选媳妇喜欢看牙齿，这类人健康，有口福，大气沉稳，鼻权相配，中年运势强劲。帮夫旺夫，眉眼也得配，双眼有神不露，眉聚而不散，贵人时常出现在身边，眉浓而不压眼，是非常少见的富贵，既聪明理性，也不失人情味，慧眼识珠，又不失温柔贤淑，能嫁入一个好人家，甚至豪门也不一定。鼻运承托的也好，没有出现山根凹、鼻梁不起的情况，所以人生运势顺畅，少阻碍。发侵入额头，虽然早年运势一般，家庭助力不多，但是个性独立有主见，不依赖于原生家庭。鼻翼两旁生法令，表面温柔文静，内心胸有成竹，必要时候不失一些威严，笑脸相迎，即使碰见自己对手，也是先礼后兵，进退有度，很不错的上等面相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